我们这桌不欢迎外人。王春花的声音在酒店包厢里炸响，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到我身上。我手里拿着空空如也的餐盘，看着桌上为每个人准备的精美餐具，唯独我的座位前什么都没有。小叔子周文东正搂着他的未婚妻陈思思，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，仿佛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。陈思思穿着一袭白色礼服，头戴精致的头饰，像个高贵的公主。此刻正用疑惑的眼神打量着这突如其来的冲突。妈，这样不太好吧？我的丈夫周文华小声嘟囔着，但声音微弱的像蚊子叫。王春花瞪了他一眼，闭嘴，这里轮不到你说话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转身面向陈思思，嘴角勾起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。就在我开口的瞬间，王春花的脸色开始变得煞白，她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不妙的事情即将发生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3年前，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第一次踏进周家的门。那时的我刚从师范学院毕业，在县城的小学当语文老师，月薪3000块，在小县城算是不错的工作。周文华比我大2岁，在县政府办公室工作，人长得斯文，性格温和，是很多姑娘眼中的好对象。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，交往了1年多，感情还算稳定。于是他带我回家见父母。周家住在县城的老小区里，3室1厅的房子虽然不大，但收拾得很整洁。公公周振华是个和蔼的老人，在铁路局工作了一辈子，退休后在家养花弄草。婆婆王春花则是县医院的护士长，说话做事都很利索，在医院里颇有威望。小叔子周文东比我小3岁，刚从省城的大学毕业回来，在银行工作。第一次见面时，王春花对我还算客气，虽然话不多，但至少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不满。她仔细地打量着我，从头到脚，就像在检查商品的质量。小文是师范毕业的，现在在实验小学教书。周文华向家人介绍我，老师好啊，稳定，有寒暑假。公公笑着说道。王春花点点头，但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失望。工资应该不高吧？还可以，够自己花。我有些尴尬地回答。那顿饭吃的还算和谐。王春花虽然话不多，但也没有刻意冷落我。周文东倒是很健谈，跟我聊了不少关于学校和教育的话题。临走时，王春花塞给我一个红包。第一次来家里，阿姨也没准备什么，这是一点心意。我推辞了几下，在周文华的示意下才收下。回去的路上，周文华告诉我，我妈这人就是这样，表面上看起来严肃，其实心地很好。我当时真的相信了她的话，以为王春花只是性格比较内敛而已。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我经常去周家吃饭，帮忙做家务，努力想要融入这个家庭。王春花对我的态度也渐渐缓和，偶尔还会跟我聊一些家常。我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她的认可，直到订婚那天，我才发现自己想错了。订婚宴就在周家附近的酒店举办，来了不少亲戚朋友。我穿着王春花给我挑选的红色礼服，虽然款式有些老气，但我还是很开心。这件衣服很适合你，显得稳重。王春花说道，但我从她的眼神中读出了另一种含义。那天的宴席很丰盛，周家请了10几桌客人，大都是他们的亲戚和同事。我的父母从乡下赶来，穿着朴素的衣服，在满堂宾客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
父亲是个老实的农民，不善言辞，见到这么多人有些紧张。母亲倒是比较开朗，主动跟周家的亲戚们打招呼，但她的乡音让有些人皱起了眉头。这女孩的父母看起来很朴实，我听到有人在窃窃私语：“是啊，一看就是农村来的。”这些话像针一样刺痛着我的心，但我努力保持着微笑。王春花全程都在招呼客人，对我的父母倒是没有特别冷淡，但也谈不上热情。订婚仪式进行得很顺利。当我和周文华交换戒指时，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那一刻，我以为自己真的要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了。晚上，当客人们都散去后，我帮忙收拾残局。王春花在厨房洗碗，我主动过去帮忙。阿姨，今天真是辛苦您了，我说道。她停下手中的动作，转头看着我。小文，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您说，文华是我的宝贝儿子，从小就没吃过什么苦。他的语气突然变得严肃起来。我知道，我会好好照顾他的，光有这个心还不够。你们两家的条件差距不小，我希望你能明白自己的位置。他的话让我心中一沉，但我还是点了点头。还有，等你们结婚后，我希望你能尽快生个孩子，最好是男孩。我脸红了红，小声说道：“这种事情不是想要就能有的。话是这么说，但作为女人，传宗接代是你的责任。”那天晚上，我失眠了。王春花的话在我脑海中反复回响，我开始意识到，也许她对我的接纳只是表面的，内心深处还是有所保留的。但我告诉自己，只要我足够努力，总有一天能够真正融入这个家庭。结婚后，我和周文华住进了新买的房子，虽然不大，但总算有了自己的小家。王春花每个星期都会来看我们，美其名曰关心我们的生活，实际上更像是检查。她会翻看冰箱里的菜，检查房间的卫生，甚至会数一数柜子里的米还剩多少。小文，你这菜买得太贵了，这种小白菜在菜市场3块钱1斤就能买到，你竟然买5块钱的，这种洗衣粉效果不好，下次买我用的那个牌子。房间里怎么有股味道？是不是你没有好好通风？每次他来，我都感到很大的压力，就像面对严格的考官一样。周文华对此却显得很习惯，甚至还会配合母亲的检查。妈说的对，咱们确实应该节约一点。他总是这样说。结婚半年后，我怀孕了。王春花知道这个消息后异常兴奋，她几乎每天都要打电话来询问我的身体状况，还专门买了一堆补品送过来。这下好了，我们周家要有后了。她高兴得合不拢嘴。但随着孕期的进展，她的关注点越来越让我感到不适。她会陪我去做每一次产检，每次看到 B 超单子，他都会问医生同一个问题：能看出是男孩还是女孩吗？医生总是笑着摇头，现在还太早，而且我们也不能告诉您。王春花就会不甘心地继续追问，直到医生明确拒绝才罢休。有一次，他甚至偷偷塞给医生一个红包，希望能提前知道孩子的性别。我看在眼里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孕期的最后3个月，王春花坚持要来照顾我，说是怕我一个人在家出意外。她每天早上6点就起床，给我做各种营养餐，但同时也会不停地唠叨：“你这肚子看起来尖尖的，应该是个男孩。我听说酸儿辣女，你最近爱吃酸的，肯定是儿子。我们周家3代单传，这孩子一定要是男孩。”他的话让我感到巨大的压力。
我开始担心，如果生的是女儿会怎么样。临产前1周，她更是寸步不离地守在我身边，连我去厕所都要跟着。万一在厕所里突然要生了怎么办？她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，那种被完全监控的感觉让我几乎窒息。但我依然忍着，告诉自己她是为了我和孩子好。然而，当孩子出生的那一刻，我看到了王春花脸上毫不掩饰的失望。是个女孩，医生宣布道。王春花的脸瞬间沉了下来，原本期待的光芒在她眼中熄灭了。她看了一眼襁褓中的婴儿，然后转身离开了产房，连一句恭喜的话都没有说。周文华倒是很高兴，抱着女儿亲了又亲，长得真像小文，真漂亮。但当他看到母亲的脸色时，笑容也变得勉强起来。在医院的那几天，王春花来过2次，每次都是匆匆忙忙的，话也很少。其他亲戚朋友来看望时，她也是一副兴致缺缺的样子。春花，你怎么不高兴啊？这小孙女多可爱。有邻居这样问她，女孩有什么好的？迟早是别人家的。她毫不避讳地说道。这样的话传到我耳朵里，就像刀子一样割着我的心。月子期间，王春花虽然也来照顾我，但明显没有之前那么用心了。她做饭的时候经常心不在焉，有时候汤煮糊了，有时候菜放盐放重了，对孩子的态度更是冷淡。除了换尿布、喂奶这些必要的照料外，几乎不怎么抱他。这孩子怎么老是哭？他经常这样抱怨。妈，他还小，哭是正常的。周文华解释道。我带你们兄弟俩的时候，你们可没有这么爱哭。我听了这话，心里更加难受。孩子才刚出生，他就开始嫌弃了。满月酒的时候，王春花的态度就更明显了。她请客时都是无精打采的，别人夸孩子可爱时，她也只是敷衍的笑笑。春花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有了孙女不高兴？公公忍不住问道。高兴什么？传不了宗接不了代的。他当着众人的面说道。这句话让在场的人都很尴尬，我更是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从那以后，王春花来我们家的次数明显减少了，偶尔来一次，也是来看看周文华，对我和孩子都是爱理不理的。有一次，孩子发烧了，我给他打电话求助。孩子发烧是常有的事，你自己处理吧。他在电话里冷冷地说道。我抱着发烧的女儿，在医院里排队等了3个小时，心里的委屈无处诉说。周文华倒是心疼孩子，但面对母亲的冷漠，他也只是劝我要理解。妈就是这个性格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他总是这样说。可是作为女人，作为母亲，我怎么可能不往心里去？更让我寒心的是，当小叔子周文东谈恋爱的消息传来时，王春花的态度又变回了从前的热情。他对周文东的女朋友陈思思关怀备至，就像当初对待怀孕的我一样，不，比那时候还要好。思思家里条件不错，父母都是大学老师，她自己也是研究生毕业。王春花逢人就夸思思长得真漂亮，又有学历又有修养。文东这次可是找了个好媳妇。听到这些话，我心里的苦涩无法言喻。同样是儿媳妇，为什么差别这么大？今天是周文东和陈思思的订婚宴，整个周家都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中。王春花从1个月前就开始筹备，订酒店、订菜单、发请帖，每一个细节都亲力亲为。她还专门去商场买了新衣服，做了头发，整个人都焕发着光彩。妈，你今天真漂亮，我真心地称赞道。她看了我一眼，淡淡地说，今天是文东的大日子，我当然要好好打扮。酒店的包厢装饰得很豪华，鲜花、
彩带、气球，处处都透露着精心的布置。陈思思穿着一袭白色的礼服，头戴精致的头饰，确实很漂亮。她的父母也来了，都是知识分子，谈吐优雅，举止得体。相比之下，我们这些亲戚显得有些拘谨。开席前，大家都在找座位，我也朝主桌走去。毕竟我是大儿媳妇，理应坐在主桌上。但当我走到座位前时，却发现桌上没有为我准备餐具，其他人的位置前都摆放着精美的碗筷和酒杯，只有我的位置前空空如也。我有些疑惑，以为是服务员疏忽了。服务员，这里少了一副餐具。我礼貌地说道。服务员看了看，正要去拿餐具，却被王春花拦住了。不用了，我们这桌不欢迎外人。他的声音很大，整个包厢都能听到。瞬间，所有的谈话声都停止了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我们这边。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，就像被人当众扇了一巴掌。周文华坐在旁边，脸色也很难看，但他只是小声嘟囔了一句：“妈，这样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今天是我小儿子的订婚宴，我说了算。”王春花理直气壮地说道。周文东搂着陈思思，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，显然对这一幕很满意。陈思思则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，似乎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其他亲戚都低着头，假装没看到这一幕，但我知道他们心里都在看热闹。我站在那里，手里拿着空空的餐盘，感受着众人的目光，心中的屈辱和愤怒达到了顶点。3年来的委屈、忍耐、讨好，在这一刻全部化作了愤怒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转身面向陈思思，嘴角勾起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。王春花看到我的表情，脸色突然变得煞白，她似乎意识到了什么。你要干什么？她的声音有些颤抖。我没有理会她，而是看着陈思思，慢慢开口道：“思思，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关于你未来婆婆的。”我的声音很轻，但在安静的包厢里却格外清晰。王春花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。你闭嘴！但我没有停下，继续对陈思思说道：“3年前我怀孕的时候，婆婆每天都在祈祷我生个儿子，她甚至去庙里许愿，说如果生的是孙子，她愿意吃斋3年。”陈思思听得很认真，眼神中露出了关切。可是当我生下女儿的那一刻，她的脸色就变了，就像今天看我的表情一样。我的声音开始哽咽。从那以后，她就不再把我当儿媳妇看待。我的女儿在她眼里就是累赘，是外人。王春花想要阻止我，但被公公拉住了，让她说完。我看着陈思思纯净的眼神，继续说道：“她对我说过，女人嫁到周家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传宗接代。如果生不出儿子，就是对不起周家的祖宗。”陈思思的脸色开始变得凝重。她还说过，如果第1胎是女儿，就一定要生第2胎，直到生出儿子为止。这些话都是王春花亲口对我说的，现在当着众人的面说出来，她的脸已经绿了。你胡说八道！王春花愤怒地站了起来。我胡说？我冷笑一声。那我问你，我女儿出生后，你为什么1个月都不来看？别人问你高不高兴时，你为什么说女孩有什么好的？王春花被我问得哑口无言，周围的亲戚们都惊呆了。他们没想到平时温和的我会突然爆发。陈思思的父母脸色也不太好看，显然对王春花的重男轻女思想很不认同。思思，我不是要破坏你们的感情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如果你嫁进这个家，将来会面临什么。我诚恳地说道。陈思思看了看周文东，又看了看王春花，
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。文东，你妈真的是这样想的吗？他问道。周文东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。王春花想要辩解，思思，你别听他瞎说，我对你一直很好的。对，你现在对他很好，因为他还没有生孩子。我毫不客气地说道。但是等他生了女儿，你还会这样吗？陈思思沉默了很久，最后她站了起来。王阿姨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。她的声音很平静，但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定。您觉得女人的价值就在于生儿子吗？王春花被这个问题问得措手不及。我没有这么说过。那您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小文姐呢？陈思思继续追问。她为您生了孙女，照顾您儿子，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，您为什么要羞辱她？王春花的脸涨得通红，但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理由。陈思思转向周文东。文东，如果我们将来的孩子是女儿，你会怎么想？周文东犹豫了一下。当然也很好。那你妈呢？她会接受吗？陈思思紧追不舍。周文东看了看母亲，又看了看陈思思，陷入了两难的境地。陈思思的父亲这时候开口了：春花，思思说的对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这种陈腐的观念，男孩女孩都一样，都是自己的孩子。陈思思的母亲也表态支持。王春花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，她环顾四周，发现大部分人都不赞同她的做法。我也没说女孩不好，她勉强辩解道。没说。我冷笑一声。那您现在就当着所有人的面为刚才的行为道歉？什么？王春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向我道歉，承认您刚才的做法是错误的。我一字一句地说道。王春花的脸色变得煞白，她没想到我会提出这样的要求。在她的观念里，长辈是永远不会向晚辈道歉的。但现在的情况是，如果她不道歉，陈思思很可能会重新考虑这门婚事。周文东也看出了陈思思的动摇，急忙劝说母亲：妈，您就道个歉吧，让我道歉。不可能。王春花的自尊心不允许她这样做。陈思思看到这一幕，彻底失望了。她摘下了手上的订婚戒指，轻轻放在桌上。对不起，文东，我觉得我们不合适。她平静地说道。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，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。思思，你别冲动。周文东急得跳了起来。我没有冲动，我很冷静。陈思思摇了摇头。如果婚后我生的是女儿，我不能保证她不会受到和小文姐女儿一样的待遇。不会的，我保证不会的。周文东急切地说道。你怎么保证？连你都不敢为你嫂子说一句公道话，将来又怎么保护我和孩子？陈思思的话句句戳心。王春花看到事情越来越严重，终于慌了。他意识到，如果失去了陈思思这个儿媳妇，他的小儿子可能会打一辈子光棍。思思，你别走，有什么话我们好好说。他急忙拦住陈思思。我没有什么话要说的。一个连最基本尊重都给不了女性的家庭，我不可能嫁进去。陈思思的态度很坚决，她的父母也站了起来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先走了。看到陈思思一家真的要离开，王春花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她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陈思思，内心在做激烈的斗争。最终，她的理智战胜了自尊心。等等，她大声喊道：小文，是我错了，我向你道歉。这句话说出来，仿佛用尽了她所有的力气。我看着她，心情很复杂。3年来的委屈和愤怒，让我很想拒绝这个迟来的道歉，但理智告诉我，这可能是改善关系的唯一机会。婆婆，您的道歉我接受，但我希望这是您真心的，
不是为了挽留思思才说的。我平静地说道。王春花低下了头，是我的思想有问题，我以后会改的。陈思思看到这一幕，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。王阿姨，我希望您能说到做到，她说道。如果您能真心改变，我愿意再给这个家庭一次机会。周文东如获大赦，紧紧抱住了陈思思。公公这时候也开口了：春花，你确实应该改了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小文是个好孩子，这些年受委屈了。他转向我：以后有什么事，你直接跟我说。我眼中含着泪水，点了点头。从那以后，王春花的态度确实有了改变，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偏见，但至少不再明目张胆的区别对待了。她开始主动关心我的女儿，偶尔还会带小礼物过来，而我也学会了为自己争取尊重，不再一味的忍让。那天的订婚宴最终还是顺利举行了，但对于在场的每个人来说，这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育。陈思思和周文东的婚后生活很幸福，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女儿。但这一次，王春花没有表现出任何失望，反而很疼爱这个小孙女。也许是因为那次的教训太深刻，也许是因为年纪大了，思想有所改变，而我和周文华的关系也因为那次的事件而有所改善。他开始学会在我和母亲之间保持平衡，不再一味地偏向任何一方。我们的女儿现在已经上小学了，聪明活泼，是全家人的掌上明珠。回想起3年前的那个订婚宴，我依然记得当时内心的愤怒和委屈，但我也庆幸自己没有继续忍气吞声，而是选择了勇敢地为自己争取尊重。有时候，改变一个人的观念确实很难，但如果连尝试都不敢，那就永远不会有改变的可能。那句让王春花脸都绿了的话，其实就是真相本身。真相有时候比任何武器都更有力量，它能击碎偏见，能唤醒良知，能让人正视自己的错误。而我也在那一刻真正成为了这个家庭中不可忽视的一员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